我和谢寒章同时重生了。前世我们两心相契，感情甚笃，只是我俩皆为8代单传，娇生惯养，不通庶务，侯府家业被我们几年光景就败光，最后双双饿死。重生后，我们执手相看泪眼，不约而同选择了另嫁和另娶。谢寒章娶了河东狮的商户女，我嫁给了日后造反成功的操汉将军。半年后，我和谢寒章憔悴不已，抱头痛哭。表哥，我夫君恨不得夜夜搓磨我，日子真的好难过。表妹，我夫人亦如此，不如我们多卷点银票逃吧。我们还没跑出1里地就被抓获，乌燕纵马追了上来，长臂一伸将我捞上马，裹进怀里。夫人不乖，今晚该怎么罚你才好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和谢寒章双双重生到长辈给我们议亲那天，姨母满脸喜气，笑盈盈道：令姨和寒章青梅竹马，又是我一手养大的，虽说是外甥女，却跟我亲女儿别无二致，妹夫大可放心，我们永昌侯府定会将她当成掌上明珠对待。姨父永昌侯则拿出长长的聘礼单子，请我爹过目。那个单子我前世看过，数额之庞大，宝物之奇珍，足以说明永昌侯府对我的爱重。我爹捋了捋他的美须，颇为矜持。既如此，那就定个黄道吉日。屏风后，我和谢寒章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见对方眼中的惊恐。下一刻，我们连滚带爬，双双跌了出去，不约而同道：爹，我要退婚。娘，我不娶。我和谢寒章都执意要退婚。我爹以为谢寒章欺负我，不顾首府的体面要对他动手。姨母也以为谢寒章欺负我，气得直接上家法。我极力解释，可没人相信谢寒章是无辜的，眼看他就要惨遭毒手，我于心不忍，硬着头皮胡编乱造。真的与表哥无关，是我已有心上人。整个明堂都安静了下来，众人齐刷刷看向我，到底还是有些心虚。我退后2步，我爹沉吟片刻，问道：是何人？电光火石间，我想起前世造反成功的新帝乌燕，这辈子嫁给他，总不会被饿死吧？是大将军乌燕。昨日我目睹了他班师回朝的风采，对他一见钟情。可我爹根本不信。令以你自幼偏爱温润如玉的贵公子，何时喜欢那糙汉武将了？编谎话也编得像样些。我气馁，败下阵来。谢寒章很有义气，挡在我面前。与表妹无关，其实是我有了心上人。看着谢寒章的背影，我泪眼婆娑，不由得想起了前世。谢寒章从始至终都待我极好，做表哥时很好，做夫君时亦是如此。我们是世间最合适的玩伴，纵情山水之间，不亦乐乎。后来侯府家业败尽，他还把最后干粮留给了我。堂堂贵公子饿得啃树皮，被我发现了还假装无所谓，笑着给我擦眼泪。表妹莫哭，我就爱吃树皮，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前世历历在目。我抱住谢寒章，嚎啕大哭。表哥，呜呜呜！谢寒章也忍不住了，抱住我红了眼眶。表妹，长辈们面面相觑，不是要退婚，何至于哭得像一对有情人被拆散？若不是上辈子太过凄惨，这辈子我亦是愿意再嫁给谢寒章的。我们兴趣相投，门当户对。我是内阁首府独女，谢寒章是永昌侯独子。因我娘早逝，我爹疼惜我小小年纪没了母亲，千娇万宠将我养大。我贪图享乐，不学女工刺绣，亦厌恶打理钟馗和庶务。当然，我偶尔也会自省，我爹却不以为然。我女儿生来就是来世间享福的。谢寒章是我表哥，他胸无大志，喜欢杂学旁收，琴棋书画，是个逍遥之极、不务正业的纨绔。总之，我们俩简直像天造地设的一对，都是娇滴滴的废物。前世2家长辈去世后，我们2人就像是失去庇佑的幼鸟。先是刁奴欺主，骗走了我们大半财产，永昌侯的100年基业被我们短短几年悉数败光。后又遇叛军作乱，京城沦陷，我们揣着最后的银子逃命，途中被奸人将钱财都骗光，日子过得举步维艰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
明堂内，彼此正僵持时，下人匆匆来报：大人，乌大将军以军功唤陛下赐婚他与大小姐。如今宣旨的公公已经到大门了。随着宣旨公公一同前来的还有乌燕，这是我2辈子第一次见他。乌燕身形颀长而健硕，不似谢寒章的温润清俊，她生得极为俊美凛冽。我心中暗喜，白简的夫君竟也长得如此好看，不仅好看，日后还大有作为。他既为新帝，那我岂不是为后？嘿嘿，我可真是好命。在我望向乌燕时，他亦望着我。谢寒章左看看右看看，颇有些不高兴，将我拉到院子里。我没好气地甩开他，别耽误我欣赏美色。谢寒章神色悠悠，语气亦是悠悠。表妹啊，你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。我脸红了，假装不经意间擦了下嘴角，发现谢寒章骗我，有些羞恼地瞪他。表哥你干嘛呀？我若是发达了，日后还能接近你，总不能这辈子咱们又一起饿死吧。本来这辈子不能嫁给谢寒章，我还有些难过，可见到乌燕的脸后，那点难过和不舍瞬间化为乌有。谁让乌燕长得好看呢？我苦口婆心地劝谢寒章，我们俩呢，俱是一坨屎，3是满天星，这辈子是万万不能再凑到一起了，表哥可懂？谢寒章垂头丧气，道理我懂，那我以后还能找你玩？话未说完，便被不知何时出现的乌燕犹如拎小鸡仔般拎到一旁。我这才发现，乌燕竟比谢寒章还高出一个头。明明谢寒章在一众贵公子中已经算高大挺拔的了。乌燕神色冷漠，谢世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谢寒章跳脚，想将我拉到他那边去。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？令仪是我表妹，表妹又如何？乌燕隔开他的手，挡在我面前，寸步不让。即便是亲兄妹，亦要遵守礼法。谢寒章气得七窍生烟，想要骂2句，又碍于对方冷冽的气势憋了回去，最后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树下只余我和乌燕2人，清风拂过，树叶簌簌作响。在外人面前，我端上了娴静文雅的高门贵女的面具。我与乌将军素昧平生，将军为何要用军功娶我？乌燕望向我的眼神幽暗深邃，像猎人看猎物般充满了侵略性。我讪讪笑道：算了，其实也不是很想知道。乌燕缓缓向我靠近，身上灼热蓬勃的气息压过来，我脸上一阵发烫，被逼后退，直至退无可退。他将我抵在树干上，唇瓣若有似无地擦过我的耳朵，在我耳边说了3个字：想要你。我瞬间羞红了脸，一把推开他，落荒而逃。乌燕和宣旨太监一起离开了。明堂内，姨父姨母神色怔怔，尚未回过神来。我爹则脸色铁青，将桌子拍得啪啪作响。岂有此理！就凭一道圣旨就想抢走我宝贝女儿，我即刻进宫，哪怕拼了我这条老命。我一阵心惊肉跳，生怕我爹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猛地扑过去抱住他的大腿。爹，你糊涂了！我心悦乌将军，乌将军用军功娶我，想必心悦我，这是佳偶天成，天作之合啊！陛下金口玉言，圣旨如山。这道婚约是乌燕用军功换来的恩典，岂是那么容易推翻的？我爹身为首辅，权势滔天，已然被龙椅上那位忌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前世他就是被皇帝逼死的，可不能再让他作死。劝好了我爹，我又泪眼汪汪地看向姨母。我不嫁给表哥，姨母就不疼令仪了吗？姨母抱住我，泪眼婆娑。傻孩子，你是姨母一手养大的，姨母怎会不疼你？我们哭成一团。这桩婚约总算在哭哭啼啼中给坐实了。府内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，我在怂恿我爹辞官。您是首辅，乌燕是大将军，咱们2家结亲，陛下晚上睡得着吗？我爹满脸欣慰，脸上没有丝毫被逼辞官的懊恼，只有无而聪慧的得意。他立马在家装病，和皇帝一顿拉扯过后，上了折子，成功辞了官。谢寒章这边也没闲着，根据前世记忆，半年后，
姨母呼唤重病，御医束手无策，只有民间的华神医能医治，可神医见首不见尾。直至姨母去世，姨父殉情，我们才得知华神医是天下第一富商沈家家主的师傅。重生后，谢寒章提早去沈家请华神医相助，没成想沈家家主沈望舒竟然对谢寒章一见钟情。他提出交换条件，请华神医出山可以，但谢寒章需入赘给他沈家。谢寒章是永昌侯府8代单传的独苗，怎会答应如此荒谬的要求？可他又确实有求于人，便天天围着沈望舒打转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沈望舒烦不胜烦，一棒子将他打晕，绑回沈府，直接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谢寒章翌日醒来，看到美人在怀，顿时觉得天塌了。沈望舒误以为他不想负责，将他又睡了一遍，秉着即便婚事不成，要个孩子也行。谢寒章误以为他想去负流子，再次天塌了。两人闹得鸡飞狗跳，活生生一对欢喜冤家。自皇帝赐婚后，我家就被乌燕派侍卫盯着，美其名曰保护，实则不让谢寒章见我。可日防夜防，防不住谢寒章能豁得出去。他半夜钻狗洞来找我，来了也不说话，只一个劲的嘿嘿傻笑。我忍无可忍，踢他一脚。跑我这傻笑半天，你钻错狗洞了吧？你原打算钻的是沈府的狗洞吧？谢寒章的脸红成了猴屁股。表妹，我坠入爱河了。我一脸冷漠。哦，瞎子都看出来了呢。谢寒章又是嘿嘿一笑。我和望舒都商量好了，她既不用嫁入我永昌侯府，我亦不用入赘她沈家。我们在京城新置了院子，挂沈府的牌子。望舒要我多多努力，她说她喜欢孩子，最少得生2个。她顿了下，凄凄哀哀道：表妹啊，你来给我分析分析，她为何要我多努力？是我的表现让她不满意吗？2辈子加起来，我也是第一次，确实是快了一些，但也……她越说越离谱，我拿起桌上的点心塞她嘴里。住嘴吧你！谢寒章嚼嚼嚼，哎，好吃，我带回去给望舒尝尝。他风卷残云，将一盘子点心一扫而空，打包好，又换了个话题。我查出来了，乌燕的心上人是他杨姐，入宫后被陛下封为宸妃。我莫名有些气闷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他，我管他心上人是谁，嫁他不过是为了找棵大树好乘凉，只要树够大就行。听说你与宸妃眉眼相似，难怪乌燕非要娶我，这是将我当成心上人的替身了。转眼到了大婚那日，毕竟是皇帝赐婚，这一世婚礼的排场比前世还要盛大。谢寒章本想背我出嫁，却未能如愿，因为他和沈望舒的婚礼也定在这日。我端坐床边，盖头被一柄玉如意挑开，刺目的烛光涌来，我下意识闭上眼睛，直到耳边听到一道沉沉的低笑声。夫人，睁眼。我脸颊发烫，睁开了眼睛。乌燕一身大红的喜服，正垂着眼看我，烛光勾勒着她脸的轮廓如刀裁，眸色漆黑深沉，薄唇微微向上勾着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喝完合卺酒，她忽然俯身吻了下我的眉心。我猛地瞪大眼睛，双手飞速捂住额头，骄横地斥道：你放肆！乌燕眸中含笑：这就放肆了？你我已是夫妻，今夜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更放肆的还在后面。他顿了下，声音比方才更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。令仪，我说过我想要你。我心跳如擂鼓，这是前世跟谢寒章在一起时从未有过的感受。我先去招待宾客，夫人等我。乌燕走后，我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，脑子里忽然又想起了谢寒章打听来的情报。乌燕的心上人是他的杨姐，你与他的眉眼极为相似，难怪方才亲我的眉心，简直越想越气。还想我等你，想得美。我沐浴完直接爬上床睡觉，大概是太累了，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，半夜睡得迷迷糊糊，身后贴上来一个滚烫坚实的东西，像汤婆子，暖洋洋的很熨贴。我舒服地轻哼几声，手脚宛如藤蔓般缠抱了上去，耳边骤然响起了一声低沉的闷哼。
那东西更加坚硬滚烫，略微挣扎了几下，仿佛想要挣脱我的束缚。我死死抱住，嘴里哭哭唧唧道：“呜呜呜，别走！”终于，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我沉沉睡去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映入眼帘的是乌燕那张俊美的脸，她目光幽深地盯着我，而我整个人都窝在她怀里，右手握着一根粗大滚烫又坚硬的棍子。我脑子一抽，竟然还迟疑地捏了捏。乌燕低喘一声，眼神瞬间变得危险，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，嗓子暗哑道：“夫人睡得可好？”我结结巴巴：“还不错，可我一夜未睡。”“那你睡呀？”“他俯身慢慢靠近我，灼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耳廓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滚烫。“夫人睡了一夜，该轮到我睡了。”一字一句犹如火星飞溅，瞬间将干柴点燃。乌燕的吻游走在我的颈侧，呼吸沉重，我浑身酥麻，软得像一滩水。你放开我！”乌燕忽然松开我，脱掉身上的寝衣，一具极具侵略性的男人躯体猝不及防出现在我眼前。他是武将，身材高大魁梧，肌肉奔张紧实，小麦色的肤色在晨光中泛着光泽，特别是下腹某处沉甸甸的，宛如蓄势待发的猛兽。我吓傻了。前世我与谢寒章的新婚夜，因我娇气爱哭又怕疼，谢寒章一碰我就哭，我们未曾圆房。而后几年，我们一起养蛐蛐，玩斗鸡，看杂耍，兴致来了琴箫合奏一曲，他画画我题诗，时不时又出京游山玩水。兴许是年纪小，直到我们饿死时才将年满19岁。谢寒章始终未曾碰过我，虽说我没看过谢寒章那处，可我也知道乌燕尺寸不正常，实在太惊人。乌燕沉重的身躯又压上来吻我。“不要，我害怕，我还没准备好。”我偏头躲开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带着哭腔，徒劳地用手去推他那只铁箍般的手臂，指尖碰到他结实紧绷的小臂肌肉，硬得像石头，纹丝不动。乌燕动作却停了下来，伸手勾走我脸颊的泪水，我才发觉自己哭了。他压着嗓音道：“是不是只有那些？”我哭得不能自已，抽抽噎噎地问：“谢什么？”“无事。”他眼神复杂，温柔地给我擦泪。“莫哭，我不碰你，令仪，我可以等你忘记。”“忘记？忘记什么？”“接下来的日子相安无事。”乌燕每日都很忙，有时忙不过来，还会夜宿军营。他把将军府的钟馗交给我，让将军府的老管家教我。我怕自己重蹈前世的覆辙，这辈子是不敢再继续当废物了，学得格外用心。还好我只是懒散，不是真蠢，很多事老管家一点就透。学会如何长家后，我又开始琢磨圆房的事。这段时间乌燕虽然守诺没碰我，但她每看我的眼神实在露骨，都快将我生吞活剥。我约谢寒章在酒楼见面，寒暄过后，扭扭捏捏问他有没有那种药。谢寒章神神秘秘掏出一罐给我：“有的表妹，有的。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，这是我特意求华神医给配的，一粒价值千金，且不伤身体，你只需神不知鬼不觉哄乌将军吃下即可。”我有些疑惑，明明是我想缓解疼痛，为何却让乌燕吃药？没想到乌将军身板看着好看，竟是个花。话未说完，包厢门猛地被推开，门外乌燕神色冷肃，沈望舒满脸恼怒，两人一同大步冲了进来。乌燕面无表情，将我扛在肩头往外走。沈望舒揪着谢寒章的耳朵，让他跪下。太惨了，感觉我和谢寒章接下来的下场都不会太好。我看着谢寒章悲从中来。表哥。谢寒章看着我难过流泪。表妹。我哭哭啼啼，被乌燕扛回府。他将我扔到床上，脱了衣服俯身沏了上来。我瑟瑟发抖。等。乌燕眸色暗沉，仿佛酝酿着巨大的风暴。等不了。我一咬牙，仰头吻了吻他的薄唇。夫君，我们先小酌一杯，
在圆房也不迟，可好？乌燕脸一下就红透了，她凸起的喉结急促地滚了滚，半晌低声道：好，我与夫人共饮。我趁乌燕不备，将药丸丢了一粒在她酒杯中，害怕一粒不够，我想了想，又丢了一粒。药丸无色无味，迅速融入到酒中，当真是神不知鬼不觉。乌燕仰头喝了下去，我眼巴巴又满脸期待地看着她。顷刻间，乌燕面色潮红一片，眼神有些迷蒙。她向前走了一步，巨大的阴影瞬间笼罩下来。我有些心慌，下意识往后缩了缩，脊背抵住了冰凉的床柱，一阵天旋地转。我被乌燕抵在床上，她垂眸望着我，声音哑得不成样子。令姨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强作镇定，努力挤出一丝笑容。就是酒呀。哦，是吗？她低低笑了一声，那笑声震动胸腔，震得我一阵发麻。我打死不承认，兀自嘴硬。有何不对吗？乌燕没有回答，而是俯身更贴近我，灼热的气息彻底笼罩下来，几乎将我整个人包裹其中，右手握住我的手，带着我缓缓往下探去，直到我摸到了一个蓬勃坚硬的东西。我吓得花容失色，它怎么比上回还要大？我迅速想明白，又乌龙了。谢寒章给的药不是止痛药，而是催情药。该死的，他自己不行，就以为别人都不行。呜呜，这下惨了，我要被谢寒章害死了。乌燕以吻封肩，将我所有的声音吞吃入腹。乖乖，这种时候我不喜欢听你叫别的男人的名字。他握住我的手腕，将我的手高举过头顶。夫人为我吃药，想必是怨我没有伺候好夫人。接下来就是一阵阵疾风骤雨，感觉自己就像是河中的一叶扁舟，在暴风雨中颤颤巍巍地抖。好不容易云消雨歇，乌燕轻笑着吻去我的泪。我伺候的可还令夫人满意？我感觉自己浑身都要散架了，哭的嗓子都哑了。早知道，我宁愿继续嫁给表哥饿死，也不嫁给你。乌燕掐着我的腰，语气危险。令姨再说一遍，想要嫁谁？她轻柔慢捻复挑，磨得我眼角噙着泪，失声尖叫地抱住她。嫁你，生生世世都只嫁你。翌日，乌燕吻了吻我的唇角，神清气爽地去了军营。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感觉自己像是散了架，尤其腰和腿简直像灌了铅，无一处不酸，无一处不痛，动一下都龇牙咧嘴。我一身雪白的皮肤上全是青紫的痕迹，看着就让人面红耳赤，昨晚滚烫的触感仿佛还烙印在皮肤上一般，不时窜起一阵令人心悸的麻痒。莽夫，混账东西！我在心里将他翻来覆去骂了800遍。自从圆房后，乌燕食髓知味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他也不夜宿军营了，无论刮风下雪，都风尘仆仆赶回府。夜一擦黑，就将我抱到卧房。明明成婚都半年了，我不知道乌燕为何对这种事这么热衷，夜夜纠缠，我苦不堪言，懊恼真不该贪图乌燕这棵大树。那日我去书房给他送点心，撞见老管家和乌燕大力夸奖我，夫人悟性高又勤奋，还开了善堂，专门帮助那些战死的士兵家人，让他们不会饿肚子，还能靠自己养家糊口。乌燕嘴角微微勾起，她本就善良又聪明，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女郎。我脸颊通红，心脏扑通扑通狂跳，又像是吃了蜜一样，觉得甜滋滋的。我顿了下，假装没有来过，转身悄悄离开。宫里的陈妃诞下了小公主，乌燕带我去宫中看望陈妃和公主。这是第一次见陈妃，她温柔貌美，对我很是亲切，又叮嘱乌燕好好待我。弟妹乃名门贵女，你须收起军中的莽撞粗糙，若惹得弟妹生气，我可不饶你。她语气熟稔亲密，我趁机多打量了她几眼，确实感觉我的眉眼与她有几分相似。回去的马车让我有些郁郁寡欢。乌燕将我揽进怀里，夫人为何不开心？没有啊。她打量了我半晌，可是羡慕长姐生了小公主。饮一口酒，低头渡给我，
又捉住我的唇舌，辗转厮磨。无妨，为夫也能给你。我沉浸在他的温柔和狂放中，最后浑身绵软无力，是被他抱着下的马车。我真的爱上了乌燕，我开始无法接受自己只是陈飞的替身，这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，而且越扎越深，稍微动一动就鲜血淋漓。我甚至怀疑，前世乌燕之所以造反，大概就是为了陈飞。按照时间推测，再过2月，皇帝就会因吃多了丹药突然驾崩，皇子们为争夺帝位大打出手，有些甚至不惜叛国，和敌国结成联盟，届时将天下大乱。乌燕这段时日也越发忙碌了，我以精力不济为由，将善堂的事交给老管家，让他负责，然后偷偷约了谢寒章。许久未见，我们又抱头痛哭。表哥，我夫君恨不得夜夜搓磨我，日子真的好难过。表妹，我夫人亦如此，不如我们多卷点银票逃吧。我立马同意了谢寒章的提议，再也不要做替身了，哪怕这辈子还是饿死，也比做人替身有尊严。我洋洋洒洒写了10几页信留给谢寒章，事无巨细，将天下即将大乱的事悉数告知他，请他提前出手阻止，莫要让天下百姓跟着受苦。正式写完后，我想了想，又留了一句：当初嫁你，是因为你与我表哥眉眼相似，如今我想通了，嫁你这个替身，不如嫁给正主本人，曾经夫妻一场，以后江湖不见。写完我神清气爽，只觉得恶狠狠地出了口气。和谢寒章在城外会合后，车夫驾着马车疾驰，我们俩在车内打开各自带的包裹，满满当当的2大包金银财宝。我和谢寒章相视一笑，我眼睛发亮。表哥，这辈子我们绝不会再饿死。乌燕让老管家教导我管理钟馗，如今我掌家的手段极为老辣，绝不会被刁奴骗走财产。谢寒章也颇为自信。表妹，我也非是上辈子的纨绔，自从跟望叔成婚后，他每经商都带着我，我如今经商的本事，再养活100个你都没问题。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双手。好好好，我们表兄妹再也不是前世的窝囊废，我们强强联手，此生定能活得风生水起。等我们找个地方安定下来，便将爹娘和姨父一起接来，安享晚年。突然，骏马仰天嘶鸣，疾驰中的马车骤然停了下来，差点将我甩了出去。幸好谢寒章死死拽着我，我气得掀开车帘：你怎么赶车的？所有的话戛然而止。谢寒章紧跟着从马车里钻了出来：表妹，出了河。他的话也瞬间消音。我看着骑在马上的男人，强撑着问道：夫君怎会在此？乌燕盯着我，似笑非笑：捉拿逃犯。我垂死挣扎：我看到了，往西边去了。哦，我还未说逃犯是何特征，夫人就知道去西边了。我猜的。乌燕耐心告罄，他倏地拔剑指着谢寒章，剑气凛冽，语气森冷：谢世子为何带我夫人私奔？我被吓了一跳，赶紧闪身挡在谢寒章面前，色厉内荏道：是我求着表哥带我走的，与表哥无关。谢寒章急了，刚想开口，我转身捂住他的嘴，狠狠凶道：你闭嘴，不许说话。我又抬眸看向乌燕，神色冷漠：乌将军，要杀要剐冲我来，抛弃你的人是我。乌燕持剑的手微微发抖，他猛地收回宝剑，剑入剑鞘，发出一声清越的争鸣之声。四下沉默，冬日寒风穿过旷野，呼啸而过。乌燕眼眶通红，抬手指着谢寒章，惨笑一声问道：江令仪，我与他的眉眼相似，是吗？我心中亦不好受，却不想服输，梗着脖子道：是。我是他的替身，是吗？是。你嫁我，只是想找个靠山，是吗？是。我眼眶发烫，一字一句道：乌将军，还有何要问？乌燕眼眸猩红，死死盯着我，俊美的脸上挂着的神色有些癫狂。他忽然长臂一伸，将我捞上马，裹进怀里紧紧抱住。骏马往城内狂奔而去，我被颠得晕头转向，
耳廓却被温热的唇瓣含住。替身便替身，能给令仪做替身，是我之幸事。他声音沉沉，有些狠厉。令仪想让我放手，祝福你与你那表哥做一对野鸳鸯，除非我死。我目瞪口呆，这到底是什么发展？为何成了这样？乌燕灼热的气息打在我颈侧，与我调笑。夫人不乖，今晚该怎么罚你才好？我被乌燕带回将军府，他将我包得精光，按在书案上肆意挞伐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之前乌燕都算是克制的。夫人可舒服，我可是日夜苦读避火图，就为了伺候好夫人。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带着哭腔道：滚，别碰我，乖乖。乌燕眼神黑沉如墨，声音低沉如同耳语。不想让我碰，想让何人碰你？谢寒章吗？他的嗓音有些奇怪，带着一种奇异的、压抑的、令人心间发颤的语调。你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只会是我的妻。随着最后一个妻字落下，他身子猛地一沉，动作癫狂，强势不已。那夜，夫人的寝卧烛光燃了一夜，将军叫人送了7、8次水，直至晨光熹微亮起，寝卧里令人羞涩的声音才消停下来。我被乌燕软禁了起来。乌燕每夜都来看我，她与我说话也好，想与我缠绵也罢，我都沉默，任她摆布。看我这样，她自然坐不下去，红着眼眶单膝跪在我面前。令仪，你与我说说话，求你别这样对我。我始终一言不发。渐渐乌燕不敢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她还是每夜都来看我，只是站在窗外，远远的痴痴地看着我。渐渐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而我院子里的侍卫越来越多，犹如铜墙铁壁一般，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。虽然我被关着出不去，但也感受到京城中风声鹤唳的氛围。我担心我爹还有一父一母。老管家告诉我，夫人安心，江大人和永昌侯夫妇俩都已经被将军安置在安全的地方。我心中微动，又问道：那我表哥呢？谢世子和沈家主也都被保护了起来。我沉默半晌，说道：周管家，麻烦转告将军，江令仪感谢他的大恩。老管家无奈地摇了摇头：夫人，将军要的不是感谢，哎。他叹息一声，没有再说下去。未尽的话语，仿佛在说两人为何闹到这种地步。随着前世皇帝驾崩的日子逼近，我越发寝食难安。无论我怎么日夜祈祷，那一日还是来了。当夜，将军府外火光冲天，兵器交接声不绝于耳，喊杀声一片。我枯坐了一夜，等天亮起来时，老管家跌跌撞撞将我放了出来。夫人，夫人，将军他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。我猛地起身，脸色顿时一片煞白，推开管家，朝着乌燕的院子狂奔而去。我疯了一样跑到乌燕房里，她闭着眼睛，静静躺在床上，仿佛被泡在血水里。我扑倒在她身上，嗓音抖得像风中落叶：乌燕，你醒醒，你醒来看看我好不好？我握住她的大手，平日里滚烫的手，此时因为失血过多而冰冷刺骨。我心中刺痛，眼泪扑簌簌往下掉。对不起，是我小心眼，我知道你的心上人是陈飞，而我只是陈飞的替身。因为我和陈飞的眉眼相似而得到你的爱，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见不得光的小偷，偷了不属于我的东西。我趴在他的床边失声痛哭，耳边忽然响起乌燕虚弱的声音，听着隐约有些咬牙切齿：谁说你和陈飞眉眼相似？又是谁说你只是陈飞的替身？我猛地抬头看向乌燕，只见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，虽然脸色惨白，眼睛里却燃着怒火。我欣喜若狂：夫君，你醒了。我没有昏迷，只是太痛了，闭目养神。他喘了口气，追问：你还没回答我，是谁跟你说你是替身的？我一脸茫然：啊，是表哥打听来的消息。乌燕气笑了：长姐是狭长的瑞凤眼，你是圆溜溜的杏眼，这也能叫眉眼相似？我咬了咬唇，瞬间明白，表哥又乌龙了。你们兄妹真是……乌燕克制了一下，
没有继续说下去。我垂着头装乖，柔声道：“夫君养伤要紧，如前世一般。”乌燕成为了新帝，册立我为皇后。他又将已经辞官的我爹请回来当首辅。我爹对他甚为钦佩，另以你眼光比爹好，想当初你要嫁给陛下，我还想阻拦你。我尴尬一笑，其实只是因为我有先知视角，知道乌燕绝非池中物而已。晚上，乌燕抱着我云雨了一场，我窝在他怀里玩着他的手指。夫君，你也是重生的，对吧？乌燕轻笑一声，什么都瞒不过夫人，因为你用军功娶我这件事，怎么想都不正常，我又不认识你，想来想去，我们只有前世的缘分了，可我前世对你也不曾有过印象。乌燕吻了吻我的发顶，你和谢寒章逃难时救过一个乞丐，那乞丐是我，我被三皇子派的杀手追杀，又受了重伤，假装成乞丐躲避杀手。你将身上所剩无几的银子用来给我抓药了，还把唯一的馒头给了我，可还记得？他这么一说，我全记起来了。那时我和谢寒章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我还有善心救人，只是那个乞丐蓬头垢面，我都没看清他的脸。万万没想到，竟会是乌燕，不得不感慨缘分的奇妙。我笑盈盈地仰头道：“就因为一个馒头就爱上我啦？你那时好歹也是大将军哎。”乌燕垂手吻住了我的唇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他缓缓将我压倒，烛火摇曳，满是旖旎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